前，支持他们的力量就坐在台下，包括还有现在我们正在看这场直播的朋友们。这一局 AJAL 在蓝色方，Twisted Minds 红色方。AJL 的班位是给了自己用过的张良，然后搬了个敖影。Twist 在红色方，公孙离和老虎这两个英雄不给 AG， 那要看 AG 这蓝色方值得先抢的英雄。有一个大司命，共有英雄，双方打野都玩的。而且 AG 手上还有一手少司源可以一起搭着，待会儿选择了一手法提赫。是的，用了一手法提赫的话，保一个 T0级边路，然后再观察一下 Twist 他这一把红色方的两手是什么英雄，然后自己可以在蓝色方做一个反 counter。但也是满足了血染这一把可以去做一个切边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法提赫在这个版本当中之所以为 T0，是因为他的那个被动强普附带了15%的额外伤害，包括他大招所造成的伤害也要比我们国服达的曹操更高。技巧满加养育环，那 AJL 就可以直接来大司命了。然后刚刚说到的少司源也在手上，所以可以直接搭一套这样的组合出来。中艺的大司命目前在联赛也是6战全胜的。这把3楼，我觉得射手要不然就先出了吧，直接出射手，然后再搬射手，就还是要针对一下一诺是吧？对的。把仓拿了，哦，先搬火舞，还是要针对一下长生这个火舞的。AJL 则是给大司命搬了个真机，看看推斯上官婉儿要不要搬一下。搬了个一星。如果说打控制的话 ，AJL 的阵容上可以考虑来孙尚香，然后再来个西施，去组建这样的一套阵容，调一个打一个，调一个打一个。点空加爆发。那么 Twist， 要不就是像墨子这样的英雄，我直接开始转为一个拉扯。养育环游走，然后中路补了个女娲。女娲。如果是女娲的话，我感觉 AJL 他中路位可以来手米莱狄啊。看一下长生会不会完了。米莱狄前期打女娲还挺好用的，这样他们中轴也强。或者诸葛亮，诸葛亮也是一个打女娲比较好用的英雄。主要也是因为最近赛场上面出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些英雄啊。选择小乔，小乔大王，小乔加少司源，小乔加少司源定身加吹风，这个控制链是非常稳定的，而且伤害很高。前期河道对抗上 AJL 是可以拿优势的。发一路的话是一个李元芳，李元芳这边就是4级的时候在对位仓是有击杀能力的。我刚看到大帅笑得非常开心啊。加上这把的话，AJL 它的一个前排，它有大司命这个点去做一个拉扯，所以说小乔它的一个跟伤害的环境也会相当不错。对，这把从阵容前期来讲 ，AJL 是要强于 Twist 的。那 Twist 就在最后一个打野，看他补什么？打野位置。飞，继继续野合。这把飞它对于小乔的限制确实比较大的。有，但是它环境很差。再就是他们前期太弱了，全是发育点。它有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在自己还没有成型的时候，野区就已经被对面一直禁了。对，野区就沦陷了。对，到时候大司命带头冲锋，一个少司源小乔紧随其后，那种画面就是见人就开。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 Twist 这边对于自己拿到的阵容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明显感觉到他们是非常享受这一次和 AG 的交手的。前面3局对抗非常的激烈，第4局的话也是选了一个自己很拿手的阵容。对的，还是要用自己更拿手的英雄去跟 AG 将这种对抗保持到最后。这一点我觉得今天 Twist 做的是相当不错的，包括他们是敢打这件事情是一直从他们败者组一路杀上来，一直保留的一个特点和他们自己的一种意志力吧。我觉得我们一直说 Twist 是这一次最大的黑马，但其实我觉得打到这个赛段，黑马我觉得已经是低估他们目前做出来的一种成绩了。我觉得他们已经是大家公认 EWC 现在很强的一支队伍了。
来看一下双方的这局比赛，也是 AJL 的赛点，蓝色方 AJL， 红色方 Twisted Minds。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黄超。AG 这边是一个双边的换线，要进野区。挤进去了。但飞这边的话也是有个提前量，哎，也摸进红区了。但是中路小乔这波消耗也还不错，把杨玉环直接打残了。但是女娲这边2一夹打出了长生的闪。女娲这边要被逼闪现，哦不，杨玉环被逼闪现，那女娲一个推开，那女娲闪现不用被逼。然后看到上路 Knight 这边也很难受啊，被打到丝血，且闪现也被打出来了。有一个少思源去帮李元芳了。是的，主要是 Twist 这边没有防备到为什么自己的红区会钻出来2个人。不过看到 Clean 这边他自己的一个打野判断是相当清晰的。就知道你进，所以他提前也进去了。对。纪晓满想上来闻一下尾刀。中意吃波中线反个山豪，然后回去让小乔帮他提个速。飞士已经要出野区了，这波正好4级，要跟杨玉环往上走，看看有没有机会，到时候可以让纪晓满去慢一波。正好这个时候兵线是离自己防御塔比较近的，是的，李元芳不敢上来，飞士选择直接清线走人，但有李元芳在，挂个飞镖干扰一下，但也压不进去了，就是把这个线给吃掉。女娲要传吗？要传下来打一波，打一下一诺娇2阶闪往后走，然后后回头这个位置少思源踩了一脚，很凶。Twist 很敢对抗，是的，真的一直在想着跟 AG 进行一个多人的技能交互。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今天做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如果要和 AG 去比拼发育能力的话，我觉得不单单是 Twist， 其实现在在联赛很多队伍你也没有办法去和 AG 去比一个发育能力嘛。2分30秒的时间，看着没有什么击杀出现，但是 AG 的经济已经领先了1300块钱。它的资源，然后包括整体的一个补刀细节，肯定是做得更好一些的。又是中路线速过，然后继续反个山豪，就这种不断的去侵蚀你野区的小野怪。是的，把线这波 AG 是换回来了。看到呀，中路的一个位置交了一个闪现，躲了一波爆发伤害。把女娲大招和飞的一个进场给躲开了。是的，自己没闪现的话，中轴对抗上大司命不来，小乔就拿不到线权了。上路看大司命直接就位，大招一砸，但是小满有2可以走。看一下女娲要落了，第一时间李元芳交2往后撤，想留，给加速要抢岳飞来了，硬杀一血到手，很针对啊。这个说实话，这个杀就是一个必杀了。因为李元芳没闪，对，没有任何保命技能。李元芳没闪的话，前面看到 Shanks 他仓是想跟一诺打波对抗的，然后一诺跟 Shanks 在那边点了一波，画面切过来就看到仓的身上挂了个李元芳的飞镖，然后女娲紧接着就传过来，就发现这个李元芳走不了了，很绝望。当时 Twist 的那个举措就是冲着想要必杀去的。4分钟。这个点飞在收野区，那这条龙 AG 可以直接拿，然后上路的话 Knight 是断了一波线。对 ，AG 并没有因为一诺刚才的一下阵亡而对他们局势有什么影响，甚至连经济都影响不到。蓝区这一波大司命吃了非常多的一个伤害啊，然后把这个蓝应该是给留下了。大司命被拉扯了，要被玉化。这波确实吃的有点太多了，这个伤害。看一下法提赫进场，仓交了一波闪现往后撤。这波大司命他进蓝的时候，太想把蓝快速 rua 掉，然后想第一时间走，但是走的时候晚了。等到自己后面一技能结束之后，又享受不到那个加速效果，退出来就比较难了，也没办法利用那一技能过强。直接转中，想尝试看一下能不能压下中一塔，但渲染过去守了。我觉得这样的节奏对于 Clean 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他前期对吧，通过换野区，他自己的经济增长没有
这个辣太多，同时他又拿到了1血。下路这波 solo， 看这个效果，2技能躲了一下1，看一下后续还是没有办法。看一下 Nike 这边单杀掉。那单杀了一诺之后能走吗？有2技能，再加个小闪现，走掉了。Nike 的一个个人表现，也说到 Nike 是 Twist 之前在国际西部联赛夺冠时候的 FMVP 选手。哎，小乔这边2技能一吹，然后回了一口，第一时间是没死的，要追吗？有点追不上，这纪晓满跑太快了，很灵活啊。Nike 这个小满玩的非常灵活。想逼杨玉环大招，伤害不够，逼不出来。继续进蓝，先赶人。2技能这波滑的不错，大招再一做，然后渲染侧面进场把女娲给留下。蓝 buff 也反掉，上野的一波配合，下路2塔还可以压一下。Nike 有点孤立无援了，对面直接过来3个人，一诺完成复仇。大帅和长生的这种留人是非常果断的，直接上去定，然后长生是交闪现，把一套爆发补上去的。主要是 AG 的节奏吧，就是在有掉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就持续的围绕对面的一个蓝区在打进攻。这说到是阵容上面，也需要他们在前期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经济一直没掉，经济始终保持着领先Twist有1000到2000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刚才中路打到发育路上的一系列的进攻过程当中 ，AG 已经把这经济优势扩大到3000以上了。看这个 SDC 回放，这波 AG 他的一个上野配合做的是相当好的，他把这个口子夹住了，减速留人，然后就法提克直接交闪补爆发，然后这波也是，中辅给控制，对吧？长城这边闪现过去，直接配合做留人。这样中一塔一定对于 Twist 来说的话，他的野区接下来会越来越难防守啊，因为这套阵容他们本身也没有一个真意上面的前排。Nike 有点穷啊，只有4000不到的经济，但被他击杀过一次的一诺已经要5000了。哎，这波小乔吹的相当不错，长生这几个2技能都是非常准的。AG 抱着李元芳打一个持续的推进，中路又是 Nike 找到了渲染，但只能看一下。对，这波 AG 要包过来，因为对面的蓝也刷了，留不住了。女娲想走，传走，刚刚好，想留一下，大司命一技能过去，被推开。现在大司命其实只要稍微拉扯一下 Twist 的爆发，第一时间也很难秒掉他。就是你不要把所有的那一套全部吃满，他就死不掉。后面还有个少苏源可以给个救赎之意，加上一个大招，大司命只要自己冲的不凶，基本上死不掉，在这个阶段。所以看到中一个人卡在了塔后，然后把正面的塔推掉。女娲这波要传吗？小乔这波吹了2个，哇！长生这个2技能。已经快5000的经济差了。人头落后，经济领先，这样的事情在 AG 身上经常发生。是的。不过这把在射手的一个点上 ，Shanks 他的经济是没有掉太多的。渲染这把法提克很有钱啊，7000了。全场最高，见面就砍。他完全不怕呀，对面3个人。苍穹也开了。对的。看一下后方的一个位置 ，Nike 找到了一手长山拉回来，但少孙给奶了一口，第一时间没死的抬回来，最后反而是 Nike 倒在了里面。Nike 还是想通过个人能力对于 AG 的脆皮造一波击杀，但是 AG 这波就是因为有一个少司源在小乔的边上给了一波续航。哎，大帅这个位置有点脱节，直接交了个闪现，先往后撤，然后队友跟上。一诺这边是收下了一个仓，反而变成了一种勾引，但是这边扛塔扛太多了，渲染倒了。然后小乔这个大招砸上去，再收一人。一诺这边拿到了一手双杀，要一波了。兵线在路上，对面上野感觉稍微有一些难清，大司命直接大招砸上去，一诺拿到手 Rampage， 选择先杀人再点塔。10分钟刚到，让我们恭喜 AGAL 晋级2025年王者荣耀电竞世界杯决赛。
又是一场零封。目前 AG 在 EWC 的舞台上面，2场比赛均是4比0的大胜，战胜对手晋级决赛。其实通过最近的一个比赛，大家能够明显感觉到，就是所有境外赛区的队伍，他们的进步是相当明显的，他们的实力提升是非常快速的。但是在这个巨大且充满变化的世界当中 ，AG 依旧利用他们自己的实力屹立在那里，攻赢天下王者的挑战。看到现场的粉丝和 AG 的选手有一个互动。这也是队员们对于给予他们一直以来支持的粉丝朋友们的一个很好的回应。